右揽雀尾呢，跟左揽雀尾呢动作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肢体呢互换，左面动作换右面来。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动作的正面完整演练。揽雀尾呢，我们在这里呢讲了左揽雀尾和右揽雀尾，中间还有衔接动作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分这2节课进行教学的，因为在做的时候它左右怕大家混了，所以我们分成2节。那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，中间还有连接部分。那么下面我们就请演练者呢，从左揽雀尾到右揽雀尾完整的演练一下。左揽雀尾做完以后，重心后移，右脚踝关节放松，重心移至右腿，同时打开右手，扣左脚，重心移回左脚，收右脚，形成左抱球。出步一面出步，一面转体，右手前蓬，转腰，右斜前方15度，舒展，捋。左后方45度，转正，正前方，左手搭右手，重心前移，挤，展开双臂，回引，抬起脚尖，往下沉按，再往前按。我们从左揽雀尾到右揽雀尾，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重心的移动，后脚踝关节放松，同时重心后移，打开右手，手腕微微放松一点点，展开一点点。好，重心回到左腿，左脚以脚跟为轴，扣脚，把重心回到自己左支撑腿上去，形成左抱球，左手在胸前，右手在腹前。这时候我们胸向偏于这个转后的方向的斜前方45度。那么我们出步的时候呢，身体再继续往正前方转，同时右脚往右外侧出步，形成蓬。好，正前方的右前15度，转腰，伸展，捋，后腿放松，往左后45度方向转正，留住重心，重心不要往前。这个时候再往前挤的时候，重心前移到左右支撑腿，展开双臂，回引，前脚蹬，脚尖翘起，往下沉按，再按到胸前的高度，背往后撑，形成一个对称筋，收掌。
我们再做一个正向的转过身来的演练。后脚踝关节放松，同时打开手，手腕逐渐稍有一点点放松。好，收右脚的时候，收右脚抱球，出步，沉胯往右外侧出步，捧手展开，左手按到左胯根的外侧，四指指尖向前，右手整个小臂捧出啊。好，往正前方的右前15度左右伸展出去。好，捋提顶，后腿放松，往自己的左后方45度方向捋出来。转正搭手，重心再前移，后腿蹬地，重心前移，意识达到自己小臂的前侧。展开手，后腿踝关节放松，髋关节放松，翘起脚尖，往下沉按，再往前按出去，按到胸高的位置就可以了，背往后撑，形成一对撑筋。好，收手。我们从左揽曲尾到右揽曲尾过渡动作的时候，容易出现很多易犯错误。那么我们这个后脚踝关节放松的时候呢，容易出现右胯凸起。你看踝关节放松的时候应该是脸臀离腰，但是呢，我们有的很多同学在走的时候呢，他右胯出来了，身体呢向左出现歪斜的动作。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要求脸臀把它敛进去，保持身形的中正，同时移动无有不动，所以这个手臂要有一个向外走弧形。弧形的时候，左手手腕微微有一点舒指。展开，不要太翘，不要太沉腕，微微有一点舒指。然后左脚以脚跟为轴，脚尖尽量内扣，把右脚收回到左脚内侧，脚前掌点地。对于初学者来讲，脚前掌是可以点地的。当你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脚就可以不点地了，而是松提在自己左脚内侧就可以了。这时候沉右腿的髋关节，然后出步捧手。捧手的时候，有的时候重心压不住，把脚再收回来啊。这时候一出步，重心就前出去了，没有由虚到实，由实到虚的这么一个过程。那我们再做，好，我来做这个动作，就是这个动作抱球以后，一出步重心就弓到前腿去了，没有形成松到后腿上。我们要把重心还是松到左支撑腿上，然后左腿的松蹬以后，意识捧到自己小臂的前侧，捧出去，左手和右手有一分撑劲，捧出以后再转腰旋臂。一定是转腰，注意，这时候我们如果不转腰，就形成手臂只是手臂去动。我们一定要转腰，转腰是后腿的蹬劲，通过转腰到达自己，把意识到达自己两臂上去。这时候是右腿的蹬劲，通过腰的传导到达两个手臂上去，这个意识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家在做捧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转腰带臂走，转腰向右，对，转腰旋臂。哎，这个时候在捋的时候还是一样，右腿蹬地捋，这意识到达自己的这个两个手上去，再向左后方45度走，脸臀立腰到左后方45度，再转正。这时候身体不要出现歪斜，有时候出现歪斜，不要出现歪斜，一定是中正的。这时候向前挤出去，挤到哪儿呢？挤到自己前臂的前侧，后背也一样要有后撑劲。后背如果塌的话，哎，身体完全向前了，挺胸塌腰了，这个动作是不对的，气就沉不到丹田，一定要是气是松沉的，沉到腹部一定要沉实，沉到丹田去。两手再展开，对，把腰立起来，脸臀立腰，要有向后倚靠。肩背都有向后倚靠的劲儿，那么通过你的前脚的蹬地倚靠劲儿到达后背来，两手再往下沉按，后腿的蹬劲通过腰的传导，最后到达自己的掌根上来。那么我们下面看一下背向的演练，后脚来回拧动，它在走的时候，对，你看脚跟来回拧动，我们这时候是不允许的，这个脚跟是一定要稳稳地踩在地上的。
好。那么再走的时候呢，还有出现我们从侧面看、后面看它的外胯现象，一定要脸臀，对，把身体调整中正。好，再走的时候，我们同时重心后移，同时展开手臂，这个时候在左脚扣完以后，把右脚收住。那我们这出现有的时候右胯就出去了，出现外胯动作，一定不要出现外胯动作，把胯跟一定收住，保持身形。好，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不沉右胯，直接出步，抱球以后直接就出步了，不沉右胯，这个出现这个两脚在一条线上了就好。我们再做一下，一定要把胯跟松沉，右脚往右外侧出步，这时候再捧出去以后，力达自己小臂的前侧方。左手呢按掌，一定要注意手臂一定是虚腋，手臂撑成圆弧，力呢达到自己左手的掌根上去，但是不要过僵，如果太过僵直不行，手臂还要稍有一点点肩松肘坠，手臂有一点点自然的弯曲。右胯根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凸胯，这时候右胯根一定要注意不要凸胯，把胯根收住。好，往正前方的偏右前15度展出去，有时候手臂太过高了，不要过高，不要超过头部。捋往自己左后方捋，也是一样，不要出胯根。这时候前腿太僵太直，前腿微微弯曲一点点，把左胯根收住。这时候留住重心走转正，这时候再向前挤，由后腿的蹬进过渡到前腿，这时候手臂一定是撑圆的，展开，后脚放松，踝关节放松，后背的撑劲要有，含胸拔背，对，走，两手往下沉，按到腹前，再由腹前按到胸前。这时候有时候太过高了，不要过高，过高的时候感觉两手上就空了，所以一定要低，稍微低一点，比肩这儿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好，收拾。我们比如说揽雀尾里面捋的动作，假设对方从侧面就是扇嘴巴一样这样过来，对，那么我在这手握住对方手腕的时候，这个手我就捋住对方的肘关节的上侧方，这是一个捋。那么我如果这是定步的，如果我要侧步大捋出来，那么这个动作一定要注意拿住对方的反关节。好，那么我们还有比如捧的动作，在捧的动作的时候，有时候跟这个野马分鬃的分掌动作混了。分掌动作我们做的，大家看一下手法是一个分的动作。那么在捧的时候它就不是了。捧的动作做的时候，比如我俩搭手，搭手的时候我是往对方抨击，对吧？或者由下向前向上这种抨击，所以跟这个野马分鬃的分掌是有区别的。这个两个动作一定要不要混在一起。揽雀尾动作呢，从左揽雀尾到右揽雀尾，中间有过渡动作。在这个过渡动作的时候，大家注意点，比如从左揽雀尾，注意这个胯一定要注意松沉下去，把它松沉，把它两肩要平，两胯根要平，那么再展开，尽量去扣脚，把右脚收回来，右胯也是不要起，右胯也是松沉下去。然后出步的时候，大家注意，一定是沉胯跟提膝往右外侧出步。
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右胯跟不动，直接出步。大家看，这样直接出步容易出在一条线上。一定右胯跟松沉，在松沉的基础上往你这个胸向方向转，然后往右外侧出步。脚尖的方向一定是自己的正前方，自然的捻转一下后脚跟，把俩胯跟松成在一条平行线上。一定注意在一条线上，千万不要一高一低，把胯跟松沉下来。那么这个过程中呢，大家注意重心的平稳的移动，然后转过右揽雀尾呢，就一样了，跟左揽雀尾的要求要点都是一样的。好，今天揽雀尾的动作我们教学到这里。